把剑锋指向了罪魁祸首中共，认为这是中共一手制造的人祸。过一会儿呢，会有一些网友的爆料，会对心理有一些冲击。这场人祸也折射出中共官场的内斗在加剧。中共官媒前天刊发习近平前不久的一个讲话全文，其中提到他1月7号就已经对疫情防控提出要求。不过港媒今天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要求是有关措施不要影响节日气氛。还有人翻出李瑞环的讲话，矛头直指北京当局，一场大风暴可能正在慢慢的逼近。在2月7号的新闻看点节目中呢，我们展示了一位网友发来的聊天截图，其中对话显示，很多人都是住不进医院或者还没核酸试纸确诊就已经死了，数据都没算进去，而且都是一死死一家，死了都没人敢收尸，很吓人的。一死死一家，这是非常有冲击力的话。所以呢，这个视频的下方播出以后，有不少骂声出现。总体来说就是质疑消息的真假，反正说什么的都有。但是呢，相信的人还是占绝大多数。事实证明我们没有胡说八道，网友的爆料也慢慢的都被证实了。网络上流传着这样的一则帖文：湖北电影制片厂员工常凯一家4口相继去世，他和姐姐均于2月14号去世。湖北电影制片厂随后证实了这个消息，讣告中说，55岁的常凯是在武汉黄陂区医院去世的。据红星新闻报道，常凯的父亲上个月27号离世，母亲2月2号去世，他和姐姐也在同一天去世，短短17天，这个家庭中的4个人都被武汉肺炎夺走了生命，一场瘟疫几乎让这个家庭灭门了。在常凯病重期间，他曾经写下一份遗书，提到了他们家病后的这个悲惨遭遇。大年夜，常凯夫妻和父母在家欢聚，但是大年初一，常凯的父亲就出现了发烧、咳嗽、呼吸困难，到多家医院救治都没有床位接收，医床难求，无奈之下回家了。寥寥几天，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在多重打击之下遭受烈性感染，也撒手人寰。在床前服侍2位老人期间，常凯和妻子都被感染了，辗转各家医院哀求哭拜，怎奈位卑言轻，床位难觅。在临终遗言中，常凯告知亲朋好友以及远在英伦的儿子：我一生为子尽孝，为父尽责，为夫爱妻，为人尽诚，永别了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从常凯的遗言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有着无限的眷恋。裴家云是赛艇世锦赛冠军，也是湖北的劳动模范，但他很少对人主动提起这些。突如其来的疫情使他的家庭发生了巨大变故，婆婆、丈夫和儿子先后染病，她本人也出现了一些症状。1月28号，裴家云的丈夫觉得不舒服，有点发烧，婆婆也开始觉得不舒服。第2天去医院检测，医院只说2个人都是病毒性肺炎，但是没有经过核酸检测就不能住院，于是回家开始居家隔离。从此一家4口人不但分开房间住，吃饭也得分开吃。2月2号，她的丈夫病情加重，凌晨2点多离世了。120开出死亡证明是呼吸衰竭而亡。殡仪馆把人拉走火化，不让家属跟着，也不让取骨灰，说等疫情结束后再通知。2月3号，她的儿子 CT 显示肺部已经感染了。2月4号出现的症状表现与她丈夫去世前一样，惊恐之下，她从16楼跑下来去居委会找人，但是小区的门都被堵了。哭诉之下，居委会派了计程车送她的儿子去了医院，检测显示阳性。6号晚上，裴家云的儿子去了方舱医院。有一天，儿子在电话中哭着说：“妈妈，我好想爸爸。”婆婆做 CT 也显示肺部感染，但是核酸检测没拿到。2月13号，120直接把老人送到了火神山医院。我们收到一位网友发来的视频，是一位失去了父亲的武汉女孩的哭诉，每看一次，泪水都止不住。昨天上午还能拖太久了，怎么发展太快了？拖太久。都是没什么做的。你现在你家里你妈妈还在家是吗？哎呀，我妈有心脏病。你现在首先保护好自己，首先保护好自己，你知道吗？你现在。怎么办呀？没有爸爸怎么办呀？
女孩怒吼都是被他们拖的，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很多人，包括前面提到的这个常凯导演一家，都是在一拖再拖之下，人就被拖死了。而有的人因为得不到救治，绝望之下上吊了。在官方昨天通报的死亡案例中，有一起是上吊身亡的，相当引人注意。武汉长风街正康社区一位诚信居民感染了武汉肺炎，但一直都被当作是疑似病例，所在的社区并没有给他上报，一直得不到街道和社区的帮助，也得不到治疗。诚信居民最终在家里边上吊了。据长江日报报道说，武汉纪检监察部门最近查处了4起渎职案，都是在疫情防控中不认真履职尽责，其中可能就有这起漏报引起自缢身亡的案例。报道说，在诚信居民去世后，正康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和副主任明知诚信居民病情，却未按规定做出合理的处理，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相关的街道2级调研员被诫免处理，街道工委书记被责令检查，这个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当局只处理了几个小虾米。网友说，一条人命换一个党内警告处分，人命等于处分。党内警告很金贵，竟然可以换老百姓1条命。像这样的事，在15号的节目中我们也有提到，那名女子对着镜头哭诉声讨斥骂邪恶的政权。她说，为了自己，为了武汉人，为了中国的同胞，有危险也站出来发声。不过呢，这段视频竟然有人质疑，有的说是托，有的说是听起来像是香港话等等，反正就是各种办法抹黑。我不说什么，只给大家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我们在前面的节目中也曾经提到过，只不过没有进行对比。这个网民叫小一持续放花痴的网民，1月21号的微博中这么写的：退博几天，妈的看着烦，守夜一天天的，那几个危言耸听的迟早进去，个个不过都是害怕自己中招，真正为民着想的英雄都来本地，来都没来过武汉，您说你妈呢？明天还约着出去玩，该防范的当然防范，日日惶恐真的没这个必要。还有那些用键盘挑起恐慌的，我真的劝你早日入院好吧，我大武汉人民能挺过去，就这样退几天图个清静。从这个微博看上去满满的正能量，说不上是完全为党在维稳，也表现出了一些粉红状态。可是过了半个月，他的外公确诊入院了，他的微博马上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在2月6号下午6点的微博中，他说他的外公2月4号住进了武汉瑞华医院，但是到他发微博的这个时间为止，医院只给2种药物，还没有任何的医疗措施，甚至连体温都不给量。他说已经打过市长热线，也填写过人民日报的求助表格，他的妈妈还在到处打电话哭诉。他呼吁广大网友能救救他慢慢失去生命活力的外公。说这件事的意思呢，就是希望那些小粉红们别再为了几毛钱说谎了，骗别人其实就是骗自己。如果这些事轮到自己头上怎么办呢？不过呢，真轮到自己头上，别人帮不上忙的时候，希望您能想起来牧羊提到的这个9字真言。法轮功学员当时就告诉我，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化险为夷，遇难成祥。鉴于前面我们所说的事情都已经被验证，您不妨就试一试。其实呢，我们真的已经收到了几个网友反馈，让我转达对法轮功学员的谢意。说起来，这个病毒真的是非常的凶险，也非常狡猾，到目前似乎还没有特效药，多数是听天由命。但是中共专家又说话了，说武汉肺炎可防可治。路透社报道，中共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艳红在中共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个疾病虽然是新发传染性疾病，但是它可防可治。我们不知道这些专家怎么说的这些话，因为这与中共政法委秘书长、中共特派员陈一新昨天的说法似乎是不一样的。陈一新昨天表示，武汉重症病人数量仍在增加，需大量医护人员。他说正面临着床位、方舱医院和医疗物资3大要素紧缺的问题。对这场制造无数人伦惨案的大瘟疫，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是一场人祸。但是从中央和地方的表现来看，又是谁都不想承担这个责任。前天，中国党刊《求是》刊登了一篇习近平2月3号的讲话全文，
其中提到，习1月7号已经得知武汉肺炎疫情，并且召开会议指示疫情防控。这是北京当局第一次承认，在2周以前就已经得知了疫情的状况。文章表示，疫情发生后，1月7号，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就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月20号，我专门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批示，指出必须高度重视疫情，全力做好防控工作，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1月22号，鉴于疫情迅速蔓延，防控工作面临严峻挑战，我明确要求湖北省对人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正月初1，我再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疫情防控，特别是患者治疗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并决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后面还有，疫情防控是我最关注的问题，我时刻跟踪着疫情蔓延形势和防控工作进展的情况，不断做出口头指示和批示。观察求是这个习的讲话里面用了很多的我如何如何，一直在强调我，而不是党中央集体，这在中共官场是很少见的。美联社分析认为呢，这次疫情爆发的早期，习近平的角色被淡化了，成了他执政7年来最大的政治挑战。所以呢，现在北京要改变对高层不利的叙述。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者布兰切特对《纽约时报》表示，他好像在试图表明，我们没有握着方向盘睡觉，但听起来却像是我们知道出了问题，却没有发出警示。这显然是习近平将自己置于北京对此疫情回应的中心，同时又用回了老一套的借口，把中共政治体制中长期存在的弊端归咎于干部。时事评论员唐金远认为，没有控制住疫情的情况下，习不太可能站出来承担责任，这不符合共产党的行事风格。习讲话中使用大量的我，强调我做了什么，明显就是在进行辩解，给人的感觉就是面对责难而做出的自卫。就在习的讲话刊出之后，香港明报今天刊出了一个署名中视的文章，引述匿名京城消息人士的说法，是北京要求有关措施不要影响节日气氛。报道说，备受指责的中共疾控中心其实早在1月初就已经上报了中央部门，但高层领导人不够重视，这些专家以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等方式预警。翻查1月7号的这个新华社还有央视的报道，其中提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但是全篇看不到有关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内容。前2天我们提到武汉官网汉网曾经有一篇文章，一流而上，何不多给武汉市长暖暖心。文章的大意呢是，全国舆论都在谴责武汉市长，有谁想过他的难处呢？早在去年12月就上报疫情了。汉网的这个意思很明显，不发布疫情不是市长的责任，责任在上面。周先旺本人也曾在央视直播当中表示，我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一点在当时不被理解。但是1月20号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属地负责，在这之后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我们注意到，在央视播出了这个对周先旺的采访之后，这个周先旺就再也没有露面过，已经是被失踪的状态了。而央视直播的这个关键内容呢，也已经被删除的干干净净了。种种消息似乎都不利于北京当局，也引起了多方指责批评，对疫情不够重视，甚至掩盖疫情，错过了防疫控疫的这个黄金时间，导致死了很多人，而且现在蔓延到国际社会，形成了国际公共卫生灾难，这个罪过不小，国际国内都会纠责。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北京有洗白自己向地方甩锅找替罪羊的可能。今天苹果日报有这么一篇文章，新冠肺炎李瑞环重出江湖批习。消息说，大陆网民在微信广泛的转发李瑞环的言论，称赞这位木匠出身的前全国政协主席高瞻远瞩，所言极是，呼吁台上的北京当局好好看看。
网民转发李瑞环的这个言论包括：领导干部要勇于自以为非，不要自以为是，什么问题都是完全统一，没有不同声音并不正常。还有一呼百应，一言九鼎，久而久之必犯错误。一个认为自己过去一切都好的人，一定是进步不快的人，等等。网民说，今天读来仍不过时。苹果日报表示，网络言论的矛头直指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还有一件事儿，有网友发现呢，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推特账号昨天为一则反对习的推文点赞了。这个推文写的是呢，习近平请你下台，向天下苍生谢罪。而华春莹就为这条推文点了个喜欢。网友表示，这次不是华下台就是习下台。时事评论员唐就远认为，对北京的责难来自民间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更主要的还是来自中共内部的反对势力。出现这种情况，很可能在反映着中南海内部的打斗，估计快压不住了，甚至可能更大的风暴随时会出现。唐就远指出，反习派系一直在伺机而动，找各种机会向北京发起挑战。那么这一次很可能借这个瘟疫的机会对北京当局进行逼宫，而王沪宁掌管的宣传机构也正在往这个方向使劲，意图把习当成罪魁祸首。他说，习可能现在正在遭遇执政以来的最大的危机。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完整内容，是否对您有一些帮助呢？首先呢，会谈到美国总统川普出面正式回应了中共的病毒甩锅，然后会比较一下美中两国抗击武汉肺炎疫情的不同，再结合一些爆料和记者的采访录音，看看中国疫情的真实情况，了解一下武汉人目前的生存状况。最后呢，也要谈到在这个时候大瘟疫流行的时候，人们应该怎么做。昨天我们谈到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甩锅，把病毒来源指向了美国。经过我们查证呢，仅在昨天和前天，他总共是发了5条推文，内容大同小异，都是指控美军把这个武汉肺炎的病毒带到了武汉，还说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就像中国大陆很多女星靠绯闻出名是一样的，赵立坚替中共甩锅，也让他成了网红。不过呢，人们都是对他进行抨击，不少人称他是战狼外交官。对于中共的外交部，不管大家怎么称呼，什么外交部也好，战斗部也好，还是战狼部也好，那作为中共的对外窗口，它就代表着中共的态度，说出的话就代表着中共的声音。也就是说，赵立坚所表达的意思就是中南海的意思，就是北京当局的意思。从最初五毛在网络上散布流言，到后来晚节不保的中共流行病学专家钟南山放风，再到战狼部发言人公开表态，中共已经把病毒来源的问题升级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甩锅甩到了外交层面。那上升到了外交层面，美国就必然要做出回应了。昨天，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召见了中共的驻美大使崔天凯，就赵立坚所说的这个美军播毒论，表达了美国政府的极坚定的立场。史达伟向崔天凯非常严厉的抗议，表示美国不会容忍中共为了转移武汉肺炎的指控发表这样的言论。有一名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在稍后的回应中表示，中共想转移有关中国开启全球大流行而且隐瞒真相所招致的批评，散播阴谋论危险荒谬，美方要告知中共政府，为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美方不会容忍。有匿名的美国官员呢向路透社透露，中共正在试图逃避因为导致全球大流行的疫情并没有及时告知全世界而面临的批评。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霍利把赵立坚是称为中共外交部的小丑，不过赵立坚随后就在推特上把他给拉黑了。霍利在推文中表示，我高兴地报告，这位中共外交部小丑把我屏蔽了，因为我敢于挑战他有关美国要为武汉病毒负责的明目张胆的谎言。他说，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个病毒上对本国的公民和世界说了谎，他们要负责。不仅是美国的国务院和国会议员在重视中共的这个举动，美国总统川普也对赵立坚的推文做出了回应。在昨天的白宫记者会上，川普就表示自己读过了这个赵立坚的文章，
他认为那篇文章呢不具有代表性，不代表习近平。川普明确表示，与习近平在会谈中没有谈过这个问题。他们知道病毒是从哪里来的，我们都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中国有句话，白菜吃心儿，锣鼓听音儿。表面上看，川普似乎并没有把话完全说透，但实际上作为总统来讲，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就已经等于是把中共甩锅的这个老底儿给揭了出来，就等于是告诉人们，这个病毒就是来自中国。作为一国总统，如果对一个中共的外交人员动作反应过大的话，那级别是明显不对等，所以川普是点到为止。但是川普还谈到了另外一件事儿，就是美中贸易谈判。川普表示，根据双边协议，中国向美国购买了2500亿美元商品和500亿美元的农产品。他强调说，这对我们国家是重要的协议，是时候有人该这么做了。我们知道，川普曾经多次说过美中贸易谈判的事情，甚至呢，美国的官员还曾经表示过，说疫情可能会影响贸易协议的执行。美国官员早期的这些说法，等于是在给北京稍稍的松绑，言外之意就是在这种大义当头的时候，就算北京不完全履行协议，美国也会表示理解，很可能不会启动这个执行机制。但是现在，川普主动提到了这两件事，而且放在了一起来说，这就已经表明川普在北京甩锅的这个做法非常不满意，甚至是很生气。那这背后的意思呢，就是在告诉北京，你把病毒扩散到了全世界，世界各国都非常紧张，连美国也不得不进入紧急状态。这笔账世界还没有跟你算，还给你很多的捐助，大量的物资帮助你抗疫，你不知感恩戴德，反过来恩将仇报，往美国人身上泼脏水，你必须要为自己的这个毒舌行为付出代价。说到世界各国都非常紧张，我们从美国的这个最新动作上是可以看出来的。川普在昨天的记者会上正式的宣布，因为武汉肺炎疫情迅速蔓延，美国全国都进入到紧急状态。川普表示，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这几个词意义非凡。联邦政府将提供多达500亿美元的资金，对于共同抗击疫情的各州、各个地区和各地方来说，这是一笔非常重要且规模巨大的资金。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呢，这种权利以往是很少使用的。根据这项法律，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可以向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救灾资金，并且部署支持团队。川普呢还敦促各州都建立应急中心，帮助对抗武汉肺炎病毒。他说，将清除或消除一切障碍，为我们的人民提供他们需要的、他们有权得到的医疗服务。联邦政府将不遗余力，无论如何。500亿美元，从这笔巨款我们就可以看出川普政府对疫情的重视，对美国人民的生命财产的重视。那我们可以想一下，中国疫情已经3个多月了，将近4个月了，中共当局拿出了多少钱呢？我们在网络上并没有查到，只看到了当局让受灾的百姓捐款的消息。而且我们知道物价是在翻着跟头上涨，但是民众拿到的菜呢，仍然是脱水的，甚至是腐烂的。有的市民拿到的肉上面已经生出了蛆虫等等。美国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这引起了很多人的疑问：美国会不会也像湖北武汉一样的封城呢？纽约州州长库莫表示，在武汉肺炎疫情严重的新罗谢尔市划出的一个控制区，仅仅是禁止大型的公共场所的聚会。他说，民众照常生活，并不是中国式的封城。曾经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副部长的奥托尔也表示，这是美国，我们不会禁止人们进出城市，禁止他们旅行，而且这通常也不起作用。奥托尔对美国之音说，历史表明，那种对某些地方封锁的尝试会激发人们去做相反的事情，而且我认为这样做的代价并不值得。现在任职非盈利风险投资公司 IQT 副总裁的奥托尔认为，如果要与传染病做斗争，其中关键之一就是要让所有数据非常开放和透明，阻止和避免支持任何所谓的假新闻引发惊恐的言论和故事。奥托尔认为，
美国应该在1-2年内让检测病毒像测试怀孕一样的简单方便，人们可以在自己的家里边就诊断。那说到封城呢，想起了前段时间的网友的留言，网友大概意思是说啊，封城有什么不好呢？如果不封城，中国的疫情能这么快就控制住吗？疫情是不是真的控制住了？在今天的这个会员专区，我们会详细的说说。有很多网友的爆料视频，也有我们记者的一线采访。我们呢，让事实来说话，看看是不是真的像中共宣传的那样。那对于网友的疑问呢，这里也做出一点回应吧，算是跟大家做一个互动。其实啊，对于采取封城防止疫情扩散，我们是从来没有否定过的。大家可以翻看一下我们以前的节目，我们只是指责中共的这个做法太野蛮、太不人道。武汉封城是从1月23号开始的，在封城之前，中共一直都在粉饰太平、隐瞒疫情真相，很多人就相信了他的宣传，没有任何的准备，家里也没有储备粮食，也没有准备口罩等等这些必要的防护物资。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突然宣布封城了，所有的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车全部暂停，居民不能出门，每户每2-3天才可以有1名成员出门去采购等等，手段非常强硬。如果你不遵守的话，不遵守这个规定，有的挨一顿打后抓走，有的甚至当场就被打死了。中共做什么事儿都是一刀切，只要领导说了，不管对与错，都必须照办。在中国许多地方，当局打着抗击疫情的这个名义，制造了许多的暴行和违反人权的惨剧。我们看到有些地方，当局呢用木板把居民的家门给钉死，用电焊把铁门给焊死，有的居民因为没有戴口罩被拦住殴打，被罚跪在地上，有的还用铁链子锁住，牵着游街示众，还有的是带着红袖章的人提着棒子巡逻，甚至冲进居民的家中殴打抓人等等。今天有网友啊转来这么一个视频，是湖北孝感的一个小孩子被活活饿死在家里了，10几天之后，尸体已经散发出了臭味，才被人们发现。不是事儿呢，找个7、8岁个爸妈儿的，个生病放儿的，没得小时的，我在屋里饿死上事情臭啊！你狗日们！没有口罩，人们可以不上街、不出门，但是没有粮食储备，没有食物，很多人就这样活活的被饿死了。那这不是中共野蛮封城制造的人道灾难吗？这种人为制造的人道灾难，我们不应该谴责吗？意大利现在也采取了封城措施，但它的封城跟武汉的这个强制性封锁是完全不同的。意大利的封城是建立在公民自律的基础上，而且它的公交系统包括机场仍然在运营，政府也没有阻止商业的正常运营，也不阻止货物的供应，比如餐馆、咖啡馆还有商店都会继续的营业到下午6点。只是呢，要求人们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顾客之间保持1米远的距离。也许意大利的这种封城效果可能不如中国的这个有效，但它绝不会发生中国那样的人道灾难。彭博社专栏作者伊兰雷克指出，虽然中共当局采取了严酷措施，隔离了数以亿万计的人，降低了病毒蔓延的速度，但是中共政府的缺乏透明和它的专制压制，恰恰是病毒最初爆发的主要原因。我们来看这样一个视频，这是1天前网友发过来的。这是武汉人民的怒吼，无数人都在一起喊共产党下课，而且其中还有孩子充满稚气的声音，我受不了了。共产党下课，这在我看来其实就是把打倒共产党变了一种说法。武汉人、中国人在经历了失去亲人、家破人亡之后，在经历了中共的一次次说谎、一次次残暴打压之后，终于发出了怒吼，喊出了深埋在心底的口号。这是一个相当令人振奋的画面。
相信这个声音会传遍中国大地，并且引起蝴蝶效应。而且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或许就在下一刻，人们就会直接喊出打倒共产党。法轮功学员曾经告诉过我，我也曾转述给大家他们的忠告，就是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可以化险为夷，遇难成祥。有良知的百姓和有识之士呢，如果您信奉真善忍是人类亘古以来的这个普世价值的话，那么在动荡乱世的这个关键时刻，承念一句法轮大法好是可以带来福报的。关于这一点呢，法轮功学员告诉我，他们亿万的法轮功修炼者已经身体力行的实践了。另外在这里我还可以跟您讲，如果您不敢呼喊这个法轮大法好，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您可以喊出打倒共产党。您不要急着反对，听我把理由说完。我们在节目中说过很多次了，现在就是天灭中共的时候，相信您也有所观察。看看世界上现在疫情严重的几个国家，意大利、韩国、伊朗等等，哪个不是亲共的？那这能是偶然的吗？我曾经说过2次，病毒是有眼睛的。重要的事情说3遍，我现在把第3遍补上，病毒是长眼睛的，它就是冲着共产党来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您如果喊出打倒共产党，那这不等于是跟中共脱离关系了吗？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就是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当人们喊出打倒共产党这句口号的时候，那就是在顺天而行，那就一定会得到上天的护佑。如果加入中共通报的8万2千多人在内的话，那么全球感染中共病毒的总人数在今天早上5点的通报中就已经突破了300万。如果除去中共通报的这个中国大陆的数字，那么目前感染的是292万4千多人，死亡是20万2814人。这一场瘟疫本来是可以控制，至少损失不会像目前这么巨大，但是因为中共一旦隐匿疫情，发展成了一场波及全球、影响每个人的大流行。目前呢，已经知道的是至少有6个国家开始索赔了。不过索赔也只是开始，北京更多的麻烦正在逐渐显现。总的来说，北京眼前有7个大的麻烦。这2天呢，网络在热传一篇文章《庚子年的忧思》。文章作者中华女先生感叹，上一个庚子之难至今，对于爱国还是祸国的看法始终没有共识。上一个庚子之难呢，指的就是1900年的义和团。当时的清政府利用义和团进入北京，袭击那些外国人，结果招致八国联军攻入了北京。慈禧仓皇逃到西安，这个途中又下令剿灭义和团。最终是李鸿章在北京与八国联军谈判，签下了赔偿巨额战争赔款的辛丑条约。2个甲子之后，今年又是庚子年，这个历史往往是惊人的相似。中国的疫情还没有过去，却对他人的流血欢呼了。英国首相约翰逊感染中共病毒住院，竟然有几十万大陆的网民去给点赞，幸灾乐祸。上一个庚子年的义和团大多都是文盲，愚民演化成了暴民。那如今这个庚子年是愚民暴民，大多都是文章的写手，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就匿名的动手指，不负责任，不计后果。这2种人都是以爱国的名义做着祸国殃民的事儿。上一个庚子年呢，义和团招来的是八国联军入侵，在外力的逼迫下打开了大门。那么这一个庚子年恰好相反，不是入侵，而是撤出，而且还绝不只是八国。享受了多年开门的实惠，却可能被迫缩回门里。那过去是要赶走洋人，但是现在洋人是结伴而去，留都留不住。疫情过后，世界的大趋势不是去全球化，而是全球去中国化。换句话说，中共的行为已经激怒了世界，在索赔的同时，很可能不再带着中国玩了。这才是北京的麻烦，而且这个麻烦在接踵而至。截止到目前呢，至少已经有6个国家官方或者是民间人士向中方提出了索赔，总金额高达100万亿美元，这相当于至少是700万亿人民币。其中，美国密苏里州索赔目前推定是几十亿美元，密西西比州虽然已经开始追责，但是还没有提及金额。佛罗里达州超过了1万人的集体诉讼，索赔
总数是大约6万亿美元。保守法律组织自由观察所长是20万亿美元。昨天，纽约一对夫妻已经加入了诉讼的队伍，要求中共赔偿，但是索赔的金额还不知道。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要求中共赔偿是6.5万亿美元。意大利向中共政府集体诉讼所长联署网站计划是索赔1000亿欧元，相当于是1080亿美元。德国图片报初步估计，中共应该向德国赔偿1490亿欧元，相当于是1602亿美元。埃及的律师塔拉特在诉状中明确要求，中共应该向埃及赔偿10万亿美元。印度的律师协会要求20万亿美元的赔偿。根据中共官方的数字，去年中国的全年 GDP 是99万0865亿人民币。那假设我们就按照100万亿人民币来计算，700万亿人民币的这个赔偿金，也是相当于7年国民生产总值。这还是目前仅有6个国家的所长。那后面还有没有其他国家会跟进呢？概率非常大。就以上这些所列的数字合计，大约是43万亿美元。那如果加上密苏里州的几十亿，再加上还有其他美国其他的州、其他的国家一起跟进的话，百国联军索赔的这个数字会有多大？北京承受得起吗？这是个大麻烦。昨天，澳大利亚内务部长彼得·达顿重申，要对中共的病毒来源等问题进行独立调查。我们知道，这是澳洲总理莫里森和外长佩恩之后第3位公开表态要进行国际独立调查的澳洲官员。美国总统川普同一天表示，将追究中共病毒侵害美国的责任。早前他也说过，美国会彻查病毒来源。福克斯新闻在15号报道，美国的情报部门正在认真研究病毒来源的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曾对《金融时报》表示，很明显发生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事儿，这些要由中共自己来澄清。对于病毒来源，中共有几种说法，我们知道，穿山甲、蛇、蝙蝠、乌龟先后都成了甩锅对象，但是一个个都被推翻了。说到穿山甲，查理周刊用习和穿山甲的漫画做封面，还附了一句话：中共真的一切都交代了吗？24号，法国《费加罗报》经过调查指出，疫情出现之后，中共一直都没有说实话，至少有3点：病毒的出现、规模和死亡人数。其中对比法中2国的这个死亡人数，数字相当惊人。法国的肺炎死亡率比中国高出了整整90倍。那这些麻烦，北京能说得清吗？昨天，中共商务部等部门联合公告，从当天开始，出口的非医用口罩要符合中国的质量标准或者国外质量标准。通报说截止到24号，中国大陆共计查处了9000万只问题口罩，42万件其他问题的防护用品，其中立案查处了26000宗案件，罚款3亿5千万人民币。仅从中共通报的数字来看，口罩的问题太严重了。那么通报之外，还有没有没查到的呢？没人知晓。24号，欧盟发布警示，4款中国生产的不合格的口罩可能让民众暴